好，第一堂课我们先了解光影还有结构，光影与结构的一个关系。在上色的时候，就是像我一般如果没有用灰阶去上色的话，直接上色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是和颜色必须得一起考虑的一个部分。然后之后我们就用一些 PS 的图层特性去上色，然后材质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材质，材质这个部分对，如果未来你们想要加入游戏行业，你们想当角色设计师，那这个部分就很重要。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结合，刚刚说过啦，就是结合了所有东西，然后去画一个比较完整的头像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光影。一般我们开始学习光影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吧，就是会去画一些几何的形状。就是如果你们有上过素描课或者是美术课，都会去画一些这种几何形状啊，然后去理解它物体的光影结构，它的明暗交界线虚实是怎么样的，这个应该都知道吧？可是我们就不用这个去学习，因为这个太无聊了嘛，你们应该都画过了。我们直接就用一个头像去理解光影，这样画起来也比较有趣嘛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先理解的是光影的构成元素，在光影里面，就是有这几个元素，有明暗交界线，然后有亮部或者高光，然后有影子，然后有暗部，然后还有反射光。这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就是呃，你看在一般上的物体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实的明暗交界线，就是说在一个圆形的物体如果出现一个实的明暗交界线，其实它是影子，它就是来自另外一个物体的投影，它并不是物体本身的明暗交界线。然后还有就是亮部暗部这个容易理解吧？然后反射光呢，就是来自就是物体周围的一个折射的光，这个应该也好理解吧？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懂了，就是不过还是简单的讲解一下。好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，除了了解呃影子之外，再来就是明暗交界线的虚实，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重要。而且就是如果你们是要把厚图画好的话，这个部分很重要，就不能搞混了。因为很多同学都是比较习惯画平图嘛，然后平图的那个明暗交界线一般都是处理的比较实的。其实它是一个我不能说它怎么讲，就是不好看，只不过就是在厚图或者是偏写实的这个部分，明暗交界线的这个把控、这个处理需要更准确一点。好，所以这个其实挺容易理解的，就是越体积是偏圆形的物体呢，它的明暗交界线就是虚的，然后越实的，就是有棱角的物体，它的明暗交界线就是实的嘛。这个东西应该很容易理解吧？可是很多同学在上色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东西忽略掉，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在上色处理光影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你所画的物体它的形状是长什么样的，然后它应该出现什么样的明暗交界线，这个部分很重要。打一个比方说，这个角色，然后他的头盔就是戴比较多棱角的嘛，所以它的明暗交界线都是实的，就是偏实的。然后它的衣服，因为衣服就比较少出现棱角，都是有弧线的，所以它的明暗交界线就是比较偏虚的。嗯，好，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是画头像嘛，我们先来理解一个头像的基础结构，这个是很多初学者，就连我自己早期画的时候都会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我们会把头呢理解成是圆形的，就是打一个侧面的光，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效果，就是乍看之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也有立体感嘛，就是感觉上还可以啊。
可是呢，其实它不够正确，因为我们的头型呢，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像这个圆柱形这样是偏圆形的，它应该是这样子，有点像现在的那种蓝牙耳机的一个感觉吧，或者是一颗豆子的感觉。我们的头型呢，应该是像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的头的正面，就是脸的正面吧，然后还有侧面两面，还有头顶，它是比较偏有一个，也不能说完全方块吧，就是它没有那么圆，就是它是比较偏平面的。那我们打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效果。你看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侧面是偏一个平面嘛，所以如果我们打一个侧光，这里就是亮的。那这一块呢，脸的正面呢，它就是也是就是它这面就基本上不受光嘛，因为它并不是圆的嘛，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相对的不是太实也不是太虚的明暗交界线，它应该是这样子才对的。然后我们把两个头像做比较，左边这个是正确的，右边这个是就是偏圆的，那你就可以完全，你就能从这边呢就能看出两者之间的立体感就不一样了。就是你一定要先理解物体原本的结构，你才能够画出一个正确的光影。就这个我只是拿一个头型来做一个比喻，那不管任何物体都好，我们在上色之前，你一定要先理解物体本身的结构，这是最重要，因为你如果不知道那个物体本身的结构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把它的光影处理好的。说过了头的这个大结构嘛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只要简单的去理解侧面的这个凹凸面就可以了。可是当我画怪物的话，那我就要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脸部的肌肉细节了。我这边可以演示一下，如果我只是画女生的话，我基本上不需要去处理太多脸部的肌肉细节，我只要找出正确的五官的位置，比方说它会有眼袋啊，然后它的脸部的皱褶是什么地方会有皱褶，还有一些脸部肌肉的小细节，所以就是脸部的细节还是很重要的。关于脸部的一个肌肉结构，我相信就是你刚有同学说在其他课已经学过了嘛，所以这里我就不深入讲解了，就是待会我在演示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，就是可以问我还是可以讲解的。现在暂时我们先跳过。好，关于脸部的最常出现的明暗交界线是这样的，就是一般上因为脸呢还是比较偏圆形嘛，偏弧形的，所以它出现的明暗交界线一般上还是偏虚的，只有几个地方会经常出现实的明暗交界线，比方说鼻子的位置，因为这个鼻子的这一块呢，它其实是来自鼻子的一个投影嘛，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实的明暗交界线，还有一些很小的部位吧，比方说就是嘴巴、嘴角这一块会出现一个比较偏实的，然后还有眼睛这一块会出现一个偏实的明暗交界线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出现一些比较偏虚的明暗交界线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解我经常用的作画的工具。其实我一般画呢，我就只用这3支笔刷。第一支呢就是笔刷，用来我画线稿、上色都是用这支笔刷，还有橡皮擦。写错了，橡皮擦，没事，你们看得懂就好了。待会会给你们笔刷的，别担心。然后第二支呢，就是 PS 它原有的一支笔刷嘛，就是那个喷枪。我一般就是用来处理加深和减淡，加深工具和减淡工具的。待会我们会详细介绍这个工具，这个非常有用。涂抹工具，我觉得涂抹工具应该就是我上色的最常用的一个技巧吧。关于加深和减淡工具，你们都知道这个加深和减淡工具吗？不知道什么，像一个棒棒糖，
的这个 logo， 它是简单工具，这个好像在用手捏什么东西的这个 logo 是加深工具。然后这两个那个快捷键是我自己设定的，就是我常用的所以你们可以自己。这个是放大镜吗？应该不是放大镜吧？这不是放大镜，平底锅，棒棒糖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你们能理解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就是然后这两个加深和简单工具呢，它在 PS 的左上角，它会有这个 range，有中文版的 PS 的同学可以帮我翻译一下，它会有3个选项，就是高光、中间调和暗调。我们先来说简单工具吧，简单工具是这个嘛，这个像棒棒糖、平底锅这个的东西，是用来提亮你的色调的。然后它有3个选项，就在这个左侧这边有3个选项。一般上呢，我都会用中间调，一些特殊的情况才会用高光或者是暗调。比方说，我想要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够，它的高光不够亮，那我用中间调的话，我这样子，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效果。中间调它顾名思义就是它提亮你的中间的调子的亮度。我提亮脸部吧，看，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效果，或者是这里，它会出现这样子的效果。这个是简单工具的功效。再来就是暗调，暗调就是我觉得它的影子太暗了，我想要提亮影子的部分，那我只要选择暗调，涂在这个暗部的地方，它就会提亮暗的调子。相反的，加深工具就是这个，用手不知道在捏什么，它就是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加深嘛，把你的调子弄暗。它一样也有三个选项，高光的话就是它把最亮的地方弄暗，那中间调它就会把中间调的地方弄暗。再来就是暗调，暗调的话它会把最暗的地方再加暗，再弄暗。你看你涂抹在最亮的地方，它不会有太大的效果，因为它只加深暗的调子，它不会影响亮的调子。加深和简单工具的功效就在这边其实蛮好用的，也算是我上色经常用的一个技巧吧。涂抹工具是这个用手指戳的这个 logo 就是涂抹工具，然后我用的是这支笔刷嘛，然后它的神奇之处就是，比方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太实了，它的明暗交界线，我想画一个比较胖的人，那我可以直接用涂抹工具把它的明暗交界线变成虚的。还有这个就是对颜色的过渡也有很大的帮助。比方说我上色我是用了一个平涂的画法，就两个调子而已嘛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过渡不好看，那我直接用涂抹工具这个过渡就可以了。所以这是涂抹工具的一个神奇的功效。它还有一个经常会用一个部分，就是比方说我们不是都会画线稿，我们画画都会画线稿，然后当你在细画的时候，你在深入刻画的时候，把线稿处理掉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嘛。可是我们一样也可以用涂抹工具处理掉，所以这个涂抹工具就是那么好用。待会我们在演示的时候会大量用到这个涂抹工具啦。其实我自己上色的时候都会经常用到这个涂抹工具。再来就是调整色阶和对比度，它的那个快捷键是 Ctrl L 嘛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就是比方说，我觉得它的对比度不够强，我想要让这个头像的对比度再强一点，按 Ctrl L， 然后它就会跳出这个版面，然后这个是加暗，然后这是提亮，就能增强那个对比度了，就能调整它的色阶。这个你们打开 PS 大致上玩一下就知道它的功效是什么。这个也是我经常用的一个工具吧，待会我们演示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工具。再来就是图层的效果，正片叠底。一般上我会用来画嘴唇、脸颊的腮红的部分。这个，然后我想画腮红，我会用，就还是用这个吧，没有这一块的。好，
那如果我要加上腮红或者是嘴唇的颜色吧，开一个新的图层，然后把它换成正片叠底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还有，所以一般上正片叠底呢，我的是用来处理就是嘴唇啊，然后腮红的这个部分。再来就是剪贴蒙版。这个呢可能比较复杂一点，它的功效就是你开一个新的图层，然后把它锁定在下面图层的位置，然后你在上色的时候就不会超出你下面图层的那个范围。好，我演示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比方说这个头像，你看，比方说如果我现在我想画头发的部分，有时候很容易画超出头发的范围嘛，因为我这个头整个头像呢，基本上已经是我觉得已经完成了，我不想去影响这个头型的轮廓，或者说我不想画超出这个范围，那我可以这样子做，我开一个新的图层，在这个图像的这个图层的上方，然后在这两个图层中间，我按着 Alternate， 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 logo， 一个嗯不知道叫什么形状，就是一个箭头这样子的 logo， 然后你点击一下，它就把它锁定在了下方图层的位置。那我上色的话，你看我是不会超出我下面图层的这个范围的。这个其实也蛮好用的。好，再来就是 PS 最伟大的功能，就是液化，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神器。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结构比例出了一点点问题，那你就可以用液化来解决，就是可能五官的位置跑掉了，我要调整一下，我就不必重新再画一遍嘛。它的快捷键是 Ctrl Shift 加 X，它就会跳出一个这样子的版面，就可以开始去调整。比如说我想要把它变胖，就我不用重新再画一遍嘛，或者眼睛太大了，小一点，或者是大小眼。好，我来说一下关于灰阶的作画步骤。首先，我们先画一个线稿，不要用黑色的线，用一个灰色的就好了，因为在后期处理灰阶的时候比较好调整，因为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，你要由亮的调子调到暗的是比较简单的，可是你把东西画暗了，要再调亮的话会比较困难，它会出现很多色块吧，如果你仔细去看，你把暗的东西把它调亮的话，它放大去看，它会出现一些偏小的色块、小的色点，就不好看。所以可是你把亮的东西调暗的话，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然后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是用灰色的线条就好了。那在后面要做调整的时候也比较简单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先画线稿。所以线稿呢，只要画一个正确的轮廓就可以了，就是头发的形状，然后脸的轮廓、眼睛的位置，把这些东西画出来就可以了，细节全都不要画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上固有色，固有色的部分也不要用太黑、太暗的颜色，然后不要比线稿的那个黑色来的还要暗。就是尽量比线稿的来的亮一点无所谓。如果我们后面想要加重的话，就把它调暗就好了，那个是比较简单的。调整的部分就先不用担心。然后嘴唇还有脸颊的腮红的那个部分，就先不要画，我们后面再加上去就可以了。后面当你处理好
一个正确的光影之后，然后再用正片叠底去画腮红和嘴唇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步骤呢，就上固有色就好了。比方说，上了皮肤之后，然后头发的固有色要怎么推算出来呢？就是这个就要凭你们的感觉。比方说，我想画一个白色的头发，就是比较偏亮色的头发，那头发的固有色呢，就和皮肤的亮度差不多，你就不能用比皮肤来的暗的一个颜色。这个部分能理解，就是大概知道哦，如果我画的是一个偏亮色的头发，那我的灰色就不要用太暗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加入阴影。刚刚我们画的固有色嘛，然后下一个步骤加入阴影。这个部分呢，先不用考虑明暗交界线的虚实，我们后期的时候可以用涂抹工具去处理它的虚实。这个部分呢，只要把正确的光影找出来就可以。然后再下一个步骤呢，关于我们要找出正确阴影的位置，首先必须先得理解的部分就是你一定要先了解头的基本结构，你才能处理出正确的阴影。好，再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把线稿去掉，然后调整正确的明暗交界线。好，这个部分用那个涂抹工具去处理掉就可以了。好，基本上加上腮红和嘴唇，就算头上的一个灰阶就完成了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演示啦。我会尽量画得慢点，然后让你们可以清楚的，就是看见每一个步骤。然后呢，我准备了这个灰阶的色调，还有上色的时候的色调给你们，这个待会会一并发给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啦。上皮肤的固有色，这个是画厚涂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。头发颜色，这个固有色就完成了。然后我接下来画阴影的时候，我不想超出我已经画好了这个轮廓，所以就可以用刚刚说的那个剪贴蒙版那个方法，就是开一个新的图层，然后在两个图层之间按着 Alternate 点击一下，那我接下来画阴影的时候就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了。好，这个阶段应该没问题吧？就是只是上固有色嘛。然后我们画阴影的时候呢，是需要用正片叠底的。好，我们画一个侧光，这个地方这个部分你还要考虑到的是你的光源，我们就画一个侧面的光源吧。好，这个部分首先是要设定你的光源，再来就是你要理解脸的结构，就是如果我打一个侧光的话，哪一面会受光，哪一面不受光，这个部分清楚的知道。我们脸呢是像一个蓝牙耳机那样，或者是一颗豆子一样。好，再来还要考虑到一些光影的细节的部分。刚刚我们说过了嘛，这是头型的大结构。可是呢，我们侧面去看的话，鼻子这个部分是凸出来的嘛。那如果我打一个侧光的话，鼻子的这一侧应该也会受光才对嘛。所以这一侧应该会受光。好，那基本的光影就处理好啦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还没有把明暗交界线的虚实处理好，没事没关系，我们先都把它画成全都是实的，先找出正确的那个光影就可以了。这个部分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，主要是你要理解头型的结构。下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处理明暗交界线的虚实，还有把线稿给去掉。
你可以直接把线稿给去掉，直接删掉，只保留可能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可是呢，这个方法可能对基础没有那么好的同学会比较困难，因为你要在后期再用光影去把它画回去，修饰一个正确的轮廓会比较困难如果基础好的同学可以这样做，直接就把线稿删掉，没问题。可是我不太建议初学者这样子做，先就保留线稿好了，因为至少你清楚知道整个轮廓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子的嘛。如果你删掉了线稿之后，可能就有些地方比较模糊。下一个步骤呢，是把刚刚线稿的图层、光影的图层，还有底色的图层全都合并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开始使用涂抹工具。一般我会眼睛画的比较模糊，在涂抹的时候，我会注意的部分就是我在涂抹眼睛的这个部分，我不会这样子全都涂抹掉，我会上面这个部分呢保留实线，因为就只有下面这个部分会变成虚线嘛，所以上面会保留实线的部分，下面就会被模糊掉了。刚刚我在处理鼻子的时候也是，所以也不能太依赖涂抹工具，还是要你自行要修补的部分。然后这里呢就会保留一个实线了，因为它是来自头发的投影，然后把轮廓也修饰的比较干净吧。然后有时候我们清理掉线稿之后，会觉得脸部好像结构不太对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液化去帮忙处理一下。我觉得眼睛可以稍微再大一点点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再加上腮红和嘴唇就差不多了。腮红和嘴唇一样，我们也用正片叠底。颜色已经准备好了嘛，所以直接选择这个嘴唇和腮红的颜色就可以，不要画那么重，稍微要控制一下那个笔的压感。好的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，头发高光的部分，头发的材质会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高光嘛。我选择的颜色是皮肤高光的颜色，然后记得在画头发高光的时候，不要画得太生硬，不要把高光画成这样直线的，要稍微去设计一下它的那个曲线。我推荐你们用一个软件手机的 APP，它叫做 Pose to 3D。这个 APP 对初学者来说很好用，它可以自己打光。如果你想象不出来那个光源的话，直接打开这个 APP，它里面可以自己设定那个光源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顶光的吧。刚刚画的这个是侧光的嘛，固有色我就不改啦，就是用回刚刚那个。那我要改变的是光源而已嘛，所以我把这个阴影删掉。这里呢，我们要回到结构的部分。如果我们处理一个顶光的话，就会这样子。那其实受光的部分就只是这里和这里嘛，其他位置应该都是暗的，所以就只有鼻子的这个位置可能会受到一点点光源。确定好光源之后，下一个步骤就是把图层都合并起来，然后我们处理，把线稿处理掉，还有处理正确的明暗交界线。这两侧呢，左右两侧应该是实线，因为它是头发的投影嘛。可是底部这里呢，不是来自头发的投影，它应该是虚线，因为它是来自头部结构的一个暗部，所以这里应该是虚线。然后还有一些发绳的明暗交界线，我们就把线稿处理掉。然后这个就跟刚刚那个测光的处理手法是一样的，因为眼睛也是处在阴影的位置嘛，所以它跟刚刚那个光影的那个形态是一样的。
接下来就是加深和减淡工具。我先把头发的高光画好，然后跟刚刚一样，不要把高光画的太过生硬。关于刚刚那个减淡和加深工具，比方说这个顶光的话，脖子的部位会相对的再暗一点，所以我可以直接用减淡工具稍微去加重这边就可以了。头顶可以再亮一点，那我直接用减淡工具去处理就可以了。最后是嘴唇还有腮红，这样就可以啦。所以我只要求你们画成这样子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忘了调整他的长相，然后在这个部分呢，我没有画太多的细节，那是因为我们在上色之后还需要再做一次调整，我们把细节留在那个时候再做，因为要不然的话，你现在做了之后，可能在上颜色的时候，你必须得重新再弄一遍，那就可能重复做一样的事情，所以这个灰阶的阶段主要是把光影处理的正确，明暗交界线处理正确，把线稿去掉就可以了。这个步骤只要完成这件事情就可以了。我稍微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颜色的步骤，你们就能理解我说什么。这是我们这次做好的灰阶嘛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铺了颜色之后，还需要再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。比方说，头发的高光会再修饰一次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先不用画的那么完整吧。所以大致上画到这个程度就够了。然后我还会用加深工具去处理一些脸部的凹凸面的细节，画到这个阶段，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啦。然后下周就可以用这个灰阶的头像直接叠加颜色，然后再做一个修饰就完成了。